哇，那猫儿好乖啊！都是流浪猫。咪咪，咪咪。高兴了，高兴惨了，它开始咕咕咕了，高兴惨了，高兴惨了，咪咪。嗯。当时你们鱼洞那边住的时候，对哪些东西最感兴趣？其实我们也是靠到江边啊，比如说晚上放学呀，这些江边去探水啊、游泳啊，然后有防空洞啊，也在那边耍。啊，我记得防空洞，我小时候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一个现在人的纳凉的一个地方。只要路过防空洞，哇，那个风，就是那种凉风刺骨的寒冷。它整个来说，防空洞在渝中区的时候，包括那个啥子医院呐、后头学校啊，包括工厂，全部在里头。所以说，在那个13年的时候，整个重庆人口只有42万，但是防空洞所能容纳的人口是44.5万，所以整个来说都是一个地下城。所以很多都不晓得，原来我们小时候都喜欢装防空洞。哇，那个好带感哦，那个感觉。都是啊，有点那种地下城与勇士的感觉。而且还有那个里头的故事很多，我感兴趣的话，明天都可以一起去走一下。可以。原来在外地待了10年，特别是每次过节的时候都特别。今晚的露天电影放的是意大利的《美丽人生》。那个电影都是聊户外那些噻。对头，好感人哦！我现在大概具体已经忘了他说的啥子了，但是说记得他后面是为了他女儿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想的话是父亲对你影响大吗？还是母亲对你影响大？父亲对我影响大，我老汉儿对我影响大。我也是老汉儿对我影响大。所以说，有时候老汉儿啊，像父亲那种对娃儿的爱哈，不像妈妈对娃儿那个外放哈。对的。其实还是有点收到些的，更多的是走一个内心。对头。你那儿说得好，走个内心。像我老汉儿对我其实也从来好像也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面，我觉得我老汉儿好像也没对我说过很外化的话，这样想你啊、爱你啊那种。没得哈。都是我妈说。但是啊，我老汉儿，你永远都感觉到我老汉儿他是用实际行动在关心我。比如上大学的时候，生活费啊那些狗啊。基本都是他老汉儿先提出来哈，我娃儿也上狗啊。我妈都说啊又花完了啊，然后老汉儿就说呀给他嘛。老汉儿来大度些，真的。重庆男人的耙耳朵全国闻名，重庆男人自己却引以为傲，因为所谓的耙耳朵，根本是疼老婆、爱孩子。耙耳朵代表猩猩雄赳赳地出现在一群接学生的大爷大妈中。大声说2个脚。就是哇，10吃20吃100那是最好。可是这题很重啊。你考100考得越多，我越高兴。底下，海底，杆，栏杆。栏杆是指的栏杆，不是蓝颜色的杆。嘿嘿嘿嘿。乱七八糟的，还你们那些题啷个出的？那个都是无厘头题，全部是些，你啷个算出每一户的人来的？辅导作业的温馨时光没有持续太久，很快，星星因为出题的不严谨，开始生气较真儿。我都听不懂了。你只能回答他多了几户。你不能回答他。这种棘手场合只能靠妈妈出来救火。他说他单位带的是人都是人。他单位带的是人，那我问你嘛，一户有几个人？你认真读题，你告诉我呀。他告诉了你们的一户有几个人嘛？你都着算他那个，着算他。那个不是着算，对小朋友的教育，现在那我们着算课前可以啷个放就啷个放吗？想变好多数就变好多数吗？被老婆赶出屋的星星，趁机回到了自己心爱的收藏中。那是个老的流程，你看他那儿，那是日本产的，应该很大年岁了，比我年岁大，是老的哥伦比亚。或许受重庆抗战历史影响，星星是军事迷，收了许多2战时的老物件。他那个不是要卡，卡到了，先把它钉在那里，就给它上条。
5、6、7、8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。那就是为啥子要数数哈？数数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脑的发条，因为太老了。这张几十年前的唱片，居然还能唱出2战时美国的流行曲。那个声音没得100年，也有几十年了，估计唱那个歌的人都做哭了。那个是我收藏最得意的一个，开始在动了，就可以开始拍了，啊，就那就看到外面就可以。那是台剪辑机，就相当于我们的Premiere 啊那种里头的那些东西。这里有个很老的一个间谍机，间谍相机，是因为我遇到了，我觉得太漂亮了那个机器。我一直觉得我收藏那些东西的原则是一个原则，我不是那个机器的主人，我只是它的保管者。今后还有可能还会到别人手上去，啊，到别人手上的话，这个东西传下来都不得了的，那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你不管它是为啥子，那个声音听起都特别舒服。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把那个东西摆一地，慢慢看，那种有点儿，你看过《魔戒》里头噻？那个小妖怪看到魔戒的那种感觉，那个时候我的表情可能我在想的话，可能很贪婪。老物件儿通过保管者流传下去，就像一座大城的魂魄，经由一个个小人物的记忆保存了下来。冬天的下午，圆圆和于正豪拎着演出服，坐了很久的地铁，去年会上演出。年前是剧团最忙的时候，每周都有几个企业演出，圆圆的嗓子都哑了。看到圆圆士气低落，于正豪拿出一个紧箍咒逗她。曾经，哦，你带上它，你就是我的儿子了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两个来给大家说一段，说呢也不敢说，还介绍一下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我呢叫李圆圆，旁边那位是我的搭档。你看，咱们现在重庆建设的非常的好。年会的气氛跟小剧场演出完全不一样。台上说学逗唱，台下自顾自社交碰杯，是每个新人演员必经的挫折。这也是圆圆把理想当成职业后必须付出的代价。